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请问您有什么事？利多小区物业物服中心涉嫌非法侵占私人财产，我的088号专属车位被非法占用3年，物业有重大作案嫌疑。先生，您有证据吗？物业刚给我开了铁证，白纸黑字盖着公章，收了我3年100%全额停车管理费12368块，刷卡还是现金？小陈啊，你那 VIP 车位根本没停过车，哪来的3年全额停车费啊？你脑子没病吧？刷卡，给我开发票，明细写清楚，盖你们物业的宪章。事儿真多。按本地物权条例，空置6个月以上的车位，管理费按20%收取。物业收了全款，就意味着他们承认我车位上3年一直有车，但我没有车。好的，先生，我们已记录，将安排民警到场。足额收费就代表认可车位有车辆停放，整整3年，究竟是谁的车辆长期占用我的专属车位？物业不仅没有提前告知，还照常收取全额服务费用，这绝非简单费用核算失误，是侵占个人正当权益。刘经理，准备好接招了吗？是你报的警，陈远。是我。你说物业侵占你车位牟利，依据就是你刚交的这笔钱。走，跟我去物业办公室。你们经理呢？在2楼。哎呀，张总，那几个闲置车位的事儿我包了，你那几辆公司的车尽管停，月底咱们老地方结账。哎呦，警察同志，快坐快坐。这张单子是你们开给陈先生的？对啊，088车位的历史欠费，账目没问题啊。陈先生报警说，你们涉嫌利用他的空实车位非法牟利。哎呦喂！陈先生，有误会不能内部沟通吗？你的车位一直空着，你自己不来报备空置，系统自动生成了全额账单，工作失误，我承认，我做主，马上走财务流程，多收的80%差价和挤拿金全额退还，再送你2袋大米。报警多伤和气啊！刘经理，按合同，空置6个月以上的车位需要物业核实确认后按20%收费。你收了全额，意味着你们核实过我车位3年有车，我核实过我车位3年有车，我没车，那3年是谁的车停在我的车位上？陈先生，你真会开玩笑，你的车位在负2层死角一直空着呢。既然空着，巡查记录呢？拿出来。赵哥，出事了，那个陈远报警了，警察刚走。慌什么？不就是一个破车位吗？你把钱退给他不就行了？不行啊，赵哥，他根本不要钱，他非要查是谁停了他的车位，而且警察已经去地下车库勘查了。你赶紧让孙强把车从088车位，开走，把所有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删掉。还有，把巡查记录和倒闸数据都处理干净，别留下任何把柄。好，我马上就办。巡查记录，警察同志，那车位在负2层最里面，巡查保安可能漏签了。不可能漏签3年，按安保制度，地下车况免，按安保制度，地下车况每天早晚各巡逻1次，3年2000多次巡查，全漏了。前2天物业系统刚升级，纸质巡查表
年底大扫除当废纸卖了。电子系统升级的时候国车化了，真找不到了。道闸的进出车牌识别记录呢？对，道闸太老旧了，上个月刚换的主板，历史数据只保留30天，以前的全没了。陈先生，真的是系统故障，我马上办退款，今天就退到你卡里，行不？刘经理，系统能国序化，数据能覆盖，但有些东西抹不掉。什么东西？物理痕迹。方警官，我请求警方现在跟我去负2层088号，088号车位实地勘查。一个空车位有什么好看的？下面又暗又脏。你在怕什么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带上执法记录仪，全程录像。刘经理，带路。强子，赶紧把你的车从088车位开走，越快越好。姐夫，怎么了？我正打麻将呢，手机正好。别打了，出事了！那个业主报警了，警察现在就在地下车库，你赶紧把车开走，然后把我们这3年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删掉，一个字都别留。什么？报警了？至于吗？不就是一个破车位吗？少废话，让你走你就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请问你们是警察吗？是的，我是市局刑侦大队的方言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也是丽都小区的业主，我的车位也被占了，而且物业收了我全额的管理费。你的车位也被占了，多久了？半年了。我去年毕业，被公司派到外地培训了半年，回来后发现我的105号车位上停着一辆宝马。我找物业理论，他们说我没有报备空置，车位被物业临时征用了，还让我交全额管理费。我不敢跟他们闹，只能自己再租车位，只能自己在外面租车位。你有没有保留缴费记录和相关证据？有的，我都保存好了。你先把你的联系方式和车位号留给我，我们会一起调查的。如果还有其他业主有类似的情况，也让他们及时联系我们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陈先生，你看，空空如也，3年连个鬼影子都没来过。方警官，请看这里。刘经理，一个空了3年的车位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轮胎磨损？这可能是哪家邻居倒车临时借用了一下，方向盘打滑留下的吧？临时借用？长期反复高频在同一位置摩擦，才会磨穿到露出水泥。看轨迹，这是一辆轴距2.8米左右的中型轿车，每次倒车入库都在这里打死方向盘修正。这不是临时借用，这是有固定主人，长年累月碾压出来的。这种磨损程度，起码1年以上高频停车造成的。刘经理，你的解释呢？我真不知道，可能是保安私下放外面的车进来停的，我回头严查。
刘经理，你不会告诉我，保安不仅借了我的车位，还帮我给充电桩通了电吧？你过来一下。你是这个车库的保安？是的，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快2年了。那你有没有见过这辆尾号7K2的白色轿车停在088号车位？我刚来不久，不太清楚。平时这个车位很少有人来，我没太注意。好的，如果你想起什么，随时联系我们。好的。警察同志，地下车矿的监控坏了，最近1个月都没录上。坏了？什么时候坏的？为什么不维修？上个月就坏了，我们已经上报给物业经理了，但是还没来得及维修。硬盘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昨天上班的时候还在呢。说不定是旁人顺手拿走了。咱们小区近来安保管理比较松懈。小偷不偷别的，专门偷监控硬盘。刘经理，你觉得这个理由能说服我吗？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喂，什么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方队，技术科说道闸系统的云端数据已经调取出来了，正在分析，很快就能有结果。好。刘经理，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，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。刘志远，解释。一个我连总闸都没拉上去过的充电桩，3年怎么跑出2600多度电？漏电，肯定是线路老化窜电了。这开发商装的充电桩质量不行。别动！执法记录仪正在拍，破坏现场要负法律责任。您好，这里是新能源官方客服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是丽都小区负2层088号车位业主，我怀疑我的充电桩被人盗用了，我要求通过官方云后台查这台设备的历史使用数据。好的，先生，请稍等，正在调取云端数据。先生您好，数据已调出，您的设备在过去2年半时间里处于高频使用状态，累计充电次数512次。最近一次充电结束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45分。你能看到每次充电的时间规律吗？可以的，警官。后台曲线显示充电规律非常固定，基本每周1到周5早上9点左右拔枪，晚上7到8点插枪，周末偶尔有短时间补电。典型的上班族通勤规律。刘经理，系统故障，漏电，你要不要再编一个理由，告诉我到底是谁？每个工作日准时准点停在这个 VIP 车位上，偷着业主的电。你好，我是 X 新能源的技术人员张磊，负责上门核实充电桩数据异常的问题。你好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台充电桩的历史使用记录，越详细越好。这台充电桩的使用频率也太高了吧，几乎每天都在充电，而且每次充电的时间都很固定。你之前有没有发现过这台充电桩数据异常？其实，我3个月前就发现了。当时我来小区做例行维护，
看到这台充电桩的用动量特别大，就上报给了公司。但是公司说可能是设备故障，让我不要多管闲事，还把我批评了一顿。那你有没有备份这些数据？我偷偷备份了一份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，怕以后出什么问题。这里面是我备份的所有数据，包括每次充电的时长、电量和具体时间，希望能帮到你。谢谢你，张师傅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。那些人太过分了，竟然盗用业主的充电桩牟利。陈先生，车位被非法占用并窃电已确认，但要办成铁案，必须找到那辆车。现在的小区智能道闸都是第三方安保公司提供云端服务，物业端删了，不代表云服务器没有痕迹。小李，立刻联系智能道闸系统供应商，查丽都小区088号车位的关联车牌，以及近3年出入白名单操作日志。快！刘志远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查出云端操作是谁的账号把车拉进白名单，一清二楚。现在不交代，等下就是抗拒执法。我说，张队，查到了，云端日记显示，2022年3月15日，工号001的超级管理员账号手动将一辆尾号7K2的白色加入了 VIP 免费通行白名单。工号001是谁的？查了物业备案，工号001使用者就是物业经理刘志远本人。果然是你。不仅如此，车牌号7K2，车主叫孙强，是一家家政公司法人代表。刘志远，你利用职务之便，将业主空时车位私自租给外人，偷电牟利，两头吃回扣。涉案金额已构成职务侵占罪立案标准。方警官，我冤枉啊！那是孙强他逼我的。孙强是谁？是谁？他是我小舅子。警察同志，等一下。你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我偷偷写的，你看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看到了一些事情。立刻去查3月15日物业大厅的监控，看看那个穿西装的男人是谁。是，方队。方警官，他不仅把我车位给了小舅子，还在系统里照常对我生成全额欠费账单，一鱼两吃，3年12000多，加上充电桩被偷的电费，够立案了。把刘志远带回车里。立刻联系派出所增援，申请查封物业收费系统和财务账本。喂，哪位？我是市局警察。你名下尾号7K2的白色轿车，长期停放在丽都小区负2层088号车位，涉嫌盗用他人充电设施。你姐夫刘志远已被控制，口头传唤你立刻到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。什么？刘志远进去了，收了我每个月800块租金，拍着胸脯保证那是内部闲置车位，合法合规，他连我都坑。你手上有转账记录和租赁合同吗？有，微信转账每个月都有，还有他用物业公章给我盖的假租赁合同。我现在就带东西去派出所。陈先生，判断准确，刘志远私刻公章、伪造合同、职务侵占，铁案。方警官，
我想请警方顺着孙强这份假合同查下去。这个小区里绝对不止我这一个088号车位。放心，只要账本被查封，背后的蛀虫一个都跑不掉。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是被刘志远骗了。他跟我说那个车位是开发商抵押给物业的，他有内部处置权，我才租的，每个月800块，我1分钱都没少给他。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人通过刘志路租车位？有啊，多了去了，我认识的就有5、6个，都是开公司的老板，他们租的都是那种位置好的 VIP 车位，租金比我的贵，每个月1000多。刘志远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他手里有多少个这样的车位？他跟我炫耀过，说他手里有30、40个闲置车位，都是那些长期不在家的业主的。他说这些车位都是白捡的钱，每年能赚几10万。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租车位的人？见过几个，都是开豪车的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开奔驰的老板，给了刘志远一个厚厚的信封，里面应该是现金。好的，谢谢你的配合。如果你想起什么其他的事情，随时联系我们。警察同志，我真不知道那车位有主人。刘志远说是开发商抵押给物业的边角料车位。你们看，这是租赁合同，上面有利多物业的红章，微信转账，每月准时，这是流水单。这是流水单。孙强，你的家政公司不在丽都小区，为什么大老远租这里的车位？我公司那边没停车位，这边便宜。提审刘志远，把孙强的口供和假合同拍他脸上，通知经侦状队立刻去丽都物业全面封存3年财务账本和公章使用记录。刘志远扛不住了，孙强转账记录是实锤，他承认私刻了一枚备用公章，签假合同。那就结案了。没那么简单。突击查封财务室的同事汇报，物业财务总监在警方破门前试图格式化一台核心账务电脑。一个项目经理私收车位费，财务总监为什么要销毁电脑？陈先生，你好，我是今天在地下车库遇到你的那个女生林晓。我刚才去物业查了我的车位备案，发现我的105号车位也被办理了长租权备案，抵押给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。林晓，你说什么？你的车位也被抵押了？是的，我刚才去房务局查了，备案时间是今年1月份，上面还有我的签名和手印，但是我根本没有签过任何文件。你别着急，先冷静下来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房管局门口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现在立刻带着你的购房合同和身份证来城南派出所找方岩警官，警方已经在调查宏宇集团伪造备案的事情了。你的情况我们会一起处理的。谢谢你，陈先生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们大家一起维权。方警官，我有个猜测，这个小区里像我这样长期外派不常住的业主绝对不止我一个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我车位空了1年，上个月物业确实扣了全额的钱。我人在国外，刚让亲戚去看了102号车位，上面停着一辆奔驰。我也一样，空置优惠根本没生效。10分钟，12个业主站出来了，全被收了全额，大部分车位上此刻都停着陌生车辆。这绝对不是刘志远一个人的行为，这是有组织、有预谋的利用业主空失资产大规模敛财，所以财务总监才急着销毁数据。走，去丽都物业，我倒要看看那台电脑里藏着什么。
陈远是吧？适可而止吧，拿了退款就消停点，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。你在本地还有工作和家人，别因小失大。你在威胁我？谈不上威胁，谈不上威胁，善意提醒。你以为抓了个刘志远就能掀翻天？水深着呢。你现在撤案，不仅能拿回钱，还有一笔补偿。否则，我是警务工作人员，你存在言语施压他人的行为，现依照相关规定对你作出严肃警示。查这个号码的归属地和实名登记人，10分钟内要结果。方队，技术科的结果出来了。那个威胁陈先生的号码虽然是黑卡，但通过基站定位和信号分析，发现这个号码在宏宇集团大楼里出现过多次，而且和赵刚的手机号有过多次信号交错。赵刚，宏宇集团的法务部专员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还查到，这个号码的充值记录都是用赵刚的银行卡支付的。这么说，威胁我的人就是赵刚？十有八九。看来刘志远只是个小喽啰，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宏宇集团的高层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立刻申请搜查令，对赵刚的办公室和住所进行搜查。我怀疑他手里还有更多伪造的文件和证据。嫌疑人使用的是快速核实化，底层数据能恢复70%。方队，恢复出来了，一个隐藏的 Excel 账本。长租权备案，抵押款，他还背着我把车位给抵押了。你们连业主产产权都敢拿去抵押套现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警察同志，不关我的事儿，是总公司下达的死命令。公司要冲刺上市，财报数据不够看，刘经理他们就把主意打到了不在家的业主头上。车位是我的名字，没有我本人签字，怎么可能去做备案？陈先生，备案上的字确实是您亲自签的，当时还是刘经理陪您一起去的街道办事处。我亲自签的。过来一下，这里有问题。找到了一个 U 盘，你们快来看，这个账本里记录了刘志远给宏宇集团王总和财务总监的分红记录，每年都有几十万，还有一笔50万的支出。收款方是一家叫深蓝科技的公司。方队，深蓝科技的股东之一是鼎盛资本的法务总监林胜。果然，宏宇集团和鼎盛资本早就勾结在一起了。2023年6月，我在外省负责项目，连家都没回过。他们找人冒充我伪造备案文书，伪造文书，冒充身份进行抵押备案，这已经触碰了极其严重的法律红线。小李，立刻将财务总监带回所里分头突审。老师，是。陈远，跟我走，去辖区街道租赁备案中心。是。这字迹模仿的7分像我，但收笔习惯完全不同。陈远，上面登记的办理时间和使用期限和你随身带着的这份能对上吗？一模一样，连背面那个打印机墨粉不匀的黑点都分毫不差，是从物业收房抵档里抽出来的复印件。买房交房时，物业强制留存了我的身份证和购房合同复印件，他们就是用这些抵档伪造了全套授权手续。这大厅有监控吗？我要看2023年6月15日当天录像。方警官，
监控录像按规定只保留半年，2023年的早就清空了。方警官，监控没了，但印奴抹不掉。字可以模仿，复验件可以盗用，但谁能把指纹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？我申请立刻进行司法指纹鉴定。陈先生，林晓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按照你说的，带着合同来派出所，但是方警官不在，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。你别着急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宏宇集团伪造备案的证据。你的情况和陈先生的一样，都是被他们盗用了身份信息。那我的车位还能拿回来吗？我父母一辈子的积蓄，就给我买了这么一套房子和一个车位。放心吧，一定能拿回来的。警方已经查封了宏宇集团的财务账本，很快就能查清所有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，给你做一份笔录，然后把你的证据也提交上去。等手印核验结果出来，就能确定这份文书存在刻意篡改作假的违规行为。这份文件作为关键物证，被警方依法扣押。技术科已确认与现场指纹吻合。刚才那个威胁你的号码查到了，号码是虚假身份证注册的黑卡，但技术科通过基站定位锁定了播出时的物理位置。在哪里？丽都物业总公司宏宇物业管理集团大楼里。宏宇集团本是排名前3的大型物业公司，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系统性违规操作。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备案表上的指纹与你本人完全不符，系他人伪造冒签，人完全不符，系他人伪造冒签。刘志远，看清楚，指纹不是陈元本人的，冒用他人业主身份，仿制签名按压指印，违规办理官方登记手续，借此谋取不当钱款利益，这不是职务侵占，这叫合同诈骗！那是上面交代的。方警官，我交代，签字的不是我，是集团派下来的人。张队，我们分析了刘志远的账本，发现除了王总和财务总监，还有几个宏宇集团的高层也参与了分红，而且那笔50万的技术服务费，确实是转到了深蓝科技的账户上，然后又从深蓝科技转到了林胜的个人账户。这么说，宏宇集团把业主的身份信息提供给了鼎盛资本，鼎盛资本用这些信息伪造公证文件进行诈骗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还查到，深蓝科技主要做数字身份核验技术，他们有相关的图图处理能力。难怪他们能造出那么逼真的签字文件，原来是有专业的技术公司支持。看来鼎盛资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，他们和宏宇集团勾结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违规利益链条。集团派的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赵刚，宏宇集团法务部专员。集团要我们搞钱，我说空车位只能租散户，来钱太慢。公司上级给出了主意，让我们把长期不在小区居住的业主资料翻找出来，仿造长期租赁转让协议，拿去民间借贷机构做担保。赵刚戴着口罩冒充业主去街道办搞定备案，然后拿着这套手续去借贷公司，把车位20年使用权一次性抵押变现。陈远，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去宏宇集团总部。方言，宏宇集团总部。方言，我那10几个同样被坑的邻居，已经带着购房合同原件和不在场证明，在宏宇集团楼下等我们了。
陈远，你可来了！张大哥，李姐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们都是被宏宇集团坑了的业主，我们的车位要么被出租了，要么被抵押了。听说你带着警察来调查了，我们都过来支持你。陈先生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还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。谢谢大家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，是我们所有业主的战斗。我们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彻查到底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帮大家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你就是赵刚，今天上午用虚拟号码拨打恐吓电话的是你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们没有证据，不能乱抓人。2023年6月15日，接到租赁备案中心，备案表上的指纹不是业主陈远的，经比对，你的保温杯指纹那是你的，那是你的。带走。方队，你看这个。这份名单上记录了所有长期不在家的业主的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、房产信息和车位号。这不是我的，是别人放在我这里的。别人放在你这里的。赵刚，你作为宏宇集团的法务相关工作人员，难道不知道仿造印章和协议是违规行为吗？方队，找到了，所有的伪造合同都在这里。赵刚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们警察怎么能随便冲进企业抓人？会严重影响我们上市计划，造成损失你们付得起吗？王总，影响你们上市的不是警察，是你们自己的违规操作。这是从你们丽都项目部财务电脑恢复的弊账表，伪造业主签名，虚假租赁、抵押、套取资金数百万。赵刚已供认，一切是集团高层授意。不可能，这是下面的人自己搞的，集团不知情。知不知情，到局里对着流水账单慢慢说。王总，你涉嫌指使合同诈骗和职务侵占，现在依法传唤你配合调查，请吧。陈远，要不是你较真儿，我们还不知道要被蒙到什么时候。我车位也被抵押了，这下总算能清了。张大哥，这是法治社会，咱们不闹事儿，只讲证据。警方把总账端了，这笔钱不仅得退，他们还得承担法律责任。陈先生，你今天提供的协助非常关键。接下来，经侦会全面审计宏宇集团账目，核账周期可能比较长，有进展我第一时间联系你。方言，出大事了！我的银行账户被法院司法冻结了，冻结金额350万。陈远，你先别慌，宏宇集团套取车位抵押款，单笔顶多几万，不可能触发300万级别的保全。你马上来区人民法院执行局，我立刻赶过去会合。王经理你好，我是陈远，我的银行卡为什么被冻结了？陈先生，冻结了。陈先生，您好，市法院下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
冻结了你尾号4588的储蓄卡，冻结金额是350万元，申请人是鼎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。鼎盛资本，我根本不认识这家公司，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。法院的通知书我已经传真给您了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如果有异议，您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。老李，我出事了，我的银行卡被法院冻结了，有人伪造了我的签名和担保合同，让我为一家空壳公司的300万贷款做担保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你把合同发给我看看。这份合同上的签名确实模仿得很像，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破绽。而且担保合同需要本人签字并按手印，还要进行公证。你有没有做过这些？我这3年都在外省，根本不可能签这份合同。那你立刻报警，让警方介入调查。同时，你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，申请撤销这份担保合同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老李。陈远是吧？申请冻结你账户的是一家叫鼎盛资本的持牌金融贷款机构，巨额连环担保违约。担保违约？我连鼎盛资金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。我给谁担保了300万？陈先生，这是你作为连环担保与鼎盛资本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，以你名下房产及088号车位作为底层资产，为一家空壳贸易公司的300万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。方言，这肯定又是宏宇集团搞的鬼，盗用我的抵押信息乱签合同。不对，陈远，之前宏宇去街道办备案是行政流程，冒名顶替能蒙混过关，但这是公证处的强制执行公证书。鼎盛资本买通了公证处一名离职临时工，违规出具了这份公证书，该人员已被控制。我人在几百公里外，哪来的现场核认？难道还有另一个我？我是陈远，身份证号 CC4 谁思。我自愿将名下利多小区房产及088号区房产及088号车位作为担保物，为该笔300万贷款提供连带担保，一切法律后果由我本人承担。这不是我，这是假的！陈先生，这份视频经过公证处系统核验，面部特征匹配度较高，在没有足够强硬的推翻证据之前，这笔300万元相关款项事宜，现阶段需要由你来出示相关凭证，进行佐证说明。你好，我是方言。方言，你好，我是鼎盛资本的前员工王浩。我有重要的证据要举报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手里有鼎盛资本利用 AI 技术处理视频的内部操作记录，还有几个已经完成的伪造视频的原文件。我因为拒绝参与违规操作被公司开除，还被他们威胁，所以不敢露面。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。你把证据发到我指定的邮箱，我们会立刻进行核实。好的，我马上就发。还有，鼎盛资本的核心机锋在金融中心大厦38层，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团队负责处理相关文件，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删除证据了，你们要尽快行动。谢谢你的举报，如果你想起什么其他的事情，随时联系我。看来我们的猜测是对的，鼎盛资本确实在利用 AI 技术伪造文件进行诈骗。陈远，不要慌，那段视频绝对是 AI 处理过的。现在的 AI 技术，只要有足够的人脸照片和语音素材，就能合成骗过普通蛇验系统的视频。素材？我很少发朋友圈，不玩短视频，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拿到我的面容影像和声音信息的？丽都小区，你们居住的小区是不是装有人脸识别出入通行设备？2021年交房时，物业强制要求录入人脸识别，还要朗读数字口令做声纹采集，是物业。宏宇集团违规将业主的身份信息提供给了鼎盛资本。陈远，法院的保全裁定
是基于刑事证据做出的，警方不能仅凭推测干预裁定，必须找到视频造假的硬核证据，才能推翻5线公证书。方言，鼎盛资本在哪里办公？金融中心大厦。我要亲自去会会他们。利用业主原文记录数据处理视频，伪造签名及手印，买通公证处人员。太过分了，他们竟然有这么完整的违规流程。是啊，如果不是你发现了他们的破绽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业主会被他们坑害。我们现在就上去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了。好，记住，我们的任务是先稳住林胜，拿到更多的证据，然后等待警方支援。陈先生是吧？久仰。法院保全通知收到了，300万打算什么时候还？我没签过字，更没拍过那个视频。真爱开玩笑，既然不认账，再重温一遍。画面清晰，声音洪亮。自己做过的事不认了，赖账也找个好理由。方言，看这里。这有什么问题？物理学常识，任何物体在特定光源下都会在紧贴的物体表面投下阴影。视频里光源来自正前方顶灯，身份证举在下巴下面，必然在脖子上投下曲形阴影。但是脖子上光洁一片，没有任何阴影。不仅如此，说话时下巴移动，身份证边缘在某几帧画面里穿透了下巴移领。这是 AI 合成视频的边缘瑕疵，面部是后期处理的，身份证是替身手里的实物 ，AI 无法完美计算物理光影遮挡关系。方言，看视频里露出的手表，卡利亚机械表，蓝宝石镜面。我从没买过机械表，更重要的是，视频里手表戴在右手，而我是左撇子，所有的表从小到大只戴左手。林胜，利用 AI 技术伪造视频认证，进行虚假诉讼和合同插借。这台平板电脑以及你们后台所有相关文件，全部依法扣押查封。老板，出事了！老板，出事了！那个陈远发现了视频的破绽，他还带了一个警察过来。慌什么？不就是几个破绽吗？没有司法鉴定，法院不会轻易采信的。但是他手里有钉钉的打卡记录，证明他当时不在本地。而且，那个警察看起来很专业，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。你先稳住他们，我马上安排人转移服务器里的数据。如果实在不行，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那个离职的临时工身上。好的，老板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这是滥用职权，那是公证处盖章认证的视频，凭几个像素点的阴影就判定是假的，有本事去申请司法鉴定。在这之前，300万的债陈远赖不掉。陈先生说当时在外省，有证据吗？机票、酒店发票，你那段时间出行都是开私家车吧？没有实名制交通购票记录，怎么证明人在几百公里外？靠嘴说吗？林总监，你们搞金融的，是不是对企业自动化管理一无所知？我外派3年，分公司安装了带强制 GPS 防篡改功能的钉钉考勤打卡系统。你们伪造视频的时间是2023年6月15日下午2点30分。这是阿里加密服务器的底层 GPS 数据，不可篡改。这个经纬部是距离本市600公里外的水电站相关部。一个在600公里外活体打卡的人，怎么同一秒坐在你们公证处录视频？林胜，我依法对你进行传唤。小李，立刻调警力支援，查封鼎盛资本整个机房。队长，我们已经掌握了鼎盛资本造假的证据，他们的核心机房在38层，而且已经开始删除数据。你们立刻上来查封整个公司，重点保护机房。好的，我们已经在楼下了，马上就上来。
本段临时就会指定公司高调会议。全部离开键盘，双手举起。系统正在执行数据删除程序。有人在删除数据，快切断物理电源！进度卡在35%，主体数据保住了。方队，他们用的是常规删除协议，晚5秒钟就麻烦了。方言，这只是本地缓存机，你们就算恢复数据，最多证明我们把关不严。我们也是被贾晨远骗了的受害机构。林胜，你觉得把 AI 处理的原始素材藏起来，我们就找不到你们获取身份素材的渠道了？方言，他们能造出逼真的视频，绝对是从丽都小区物业拿到了业主人脸识别门寝数据，去查抄宏宇集团安访监控中心主机，比对数据流出痕迹，就能锁死泄露痕迹，就能锁死泄露公民信息的链条。经侦一组立刻控制宏宇集团监控中心负责人，查封所有人脸门寝系统数据库。防火墙导出日记，一秒一秒的查。方队，查到了，宏宇集团过去3年通过隐蔽端口，将丽都小区800多名业主的人脸数据和声纹信息，以数据备份名义，全部传输给了一个外部 IP。IP 地址归属地在哪儿？经过多层跳转，最终物理落地节点就在你们现在所在的鼎盛资本机房服务器。完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方队，陈先生，你们快来看这个！文件显示，宏宇集团每提供一个业主的完整信息包，就能获得5000块钱的报酬。鼎盛资本用这些信息伪造文件，诈骗成功后再和宏宇集团3期分成。太过分了！他们竟然把业主的个人信当成商品来买卖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犯罪了。这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诈骗罪的数罪并罚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绳之以法。方队，陈先生，快来看！打开它。这根本不是简单的诈骗，这是一家披着贷款公司外衣的非法金融团伙。他们利用真实业主身份信息，批量伪造文件，进行非法资金操作。发现的早又怎样？你们以为查封了机房就赢了？5分钟后是法院工作系统结账节点。陈远，你以为告你300万是为了让你还钱？那不过是个由头。你什么意思？半个月前，我们用你伪造的文件，向外省一家偏远仲裁委申请了仲裁执行。今天下午5点，裁决书生效期满。陈远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仅伪造了你的担保合同，还伪造了你的贷款合同，用你的名义在银行贷了100万，期限1年，下个月就要到期了。如果你不配合我们，我们就会让银行起诉你，让你背上100万的债务。林胜，你还敢威胁我们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那份贷款合同上有你的签名和手印，还有公证处的公证书。银行只会认这些证据，到时候你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你们这群混蛋！只要我们拿到了他们造假的原文件，就能证明贷款合同也是伪造的。你们别做梦了，那些原文件早就被我删除了。不，你没有。我们已经恢复了所有被删除的数据，包括那份贷款合同的伪造原文件。一旦房产挂网进入法拍程序，买受人是我们安排好的公司，第一笔保证金打入法院账户，房子在法律上就不再属于你了。等你在这边慢慢去法院举证，证明视频是 AI 伪造的，房子早就被转手多次了。该死！
省高院执行局吗？我是市局刑侦大队方言。嫌疑人利用伪造文书，在外省仲裁委申请了针对被害人陈远名下房产的强制执行。5点就要上司法拍卖网，请求立刻启动紧急阻断机制。已收到紧急协查函，正在启动快速中断程序，预计10分钟内完成冻结。没救了，陈远，眼睁睁看着房子被卖掉吧，被卖掉吧。方言，这台被查封的主服务器里，是不是保存着鼎盛资本伪造的所有授权电子签名？对，所有伪造的电子签名模板都在里面。我用他们系统里的伪造签名模板登录本地产交易中心的云网签系统。陈远，你想干什么？找到我名下的丽都房产，立刻起草一份房屋长租租赁备案合同，把这套房子以每年1元钱的租金出租给本市公益养老机构，租期20年。林总监，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怎么样？你好，我是方言。方言，你好，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的案件协查通报和立案制定书。关于你提出的，已经下达了紧急终止法拍的通知书。陈远先生的房产不会被拍卖了。陈远，好消息，省高院已经终止了你的房产的司法拍卖程序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担心房子被拍卖了。陈先生，你这招买卖不破租赁真是太绝了，直接把他们的计划彻底打乱了。我也是被逼无奈，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想出这种办法。陈远，今天这招极限反杀干得漂亮。如果房子进了无瑕疵法拍程序，追赃难度是地狱级的。被逼上梁山，以毒攻毒。我的房子和账户冻结怎么解除？造假机房被端了，带时间刻的伪造原文件就是最强反驳证据。警方会立刻出具案件协查通报和立案决定书，递交法院，法院会最快速度撤销错误保全，终止法拍。宏宇物业集团已被全面进驻整顿，刘志远、赵刚、林胜全部被批准逮捕。欢迎回家，088号尊贵业主。陈先生，干得漂亮！但你以为拔掉鼎盛资本这颗牙齿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你的小把戏，在真正的幕后对手眼里，不过是开胃菜。陈先生，恭喜你！林晓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给方警官打电话，他告诉我你的账户解冻了，房子也没事了。我特意买了一束花，恭喜你。谢谢你，你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警方已经帮我撤销了那份虚假的长租备案，我的车位也拿回来了，物业还把多收我的关公费退给了我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如果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用谢，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以后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，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软弱了。一个对你聪明才慧非常感兴趣的人，你成功保住了房子，但毁了我们一单价值3000万的业务。别急着拒绝，你以为你现在很安全吗？老伴儿啊，小远这几天没打电话回来，也不知道在那边安顿好没有。
有什么冲我来！不要骚扰我的家人！冷静，陈先生，两位老人身体很好，这只是提醒，证明我们有能力获取你的个人信息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成交废弃的明辉造纸厂，1个人来。如果带警察或爽约，我们会把你的个人信息全部泄露到网上。陈远，我收到截图了，怎么回事？不仅是余孽，是背后的主谋，他们获取了我家人的隐私信息。这已经超出普通经济犯罪范畴，是严重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。你绝对不能一个人去冒险，警方会全面布控。不，方警官，你们提前布控，他们一定会发现。一旦取消见面，我的家人信息就会被泄露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赴约，但不是去送死，是去给他们挖一个足够大的坑。爸妈，你们还好吗？小远啊，我们挺好的，你怎么这么晚打电话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你们了。没事就好，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太累了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去家里找你们，或者给你们打电话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最近有很多诈骗电话，你们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，也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如果有什么事儿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注意的。那你们早点休息，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们。老 K， 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家人，我一定会把你绳之以法。最新型微缩骨传导通讯器和定位发信器。眼镜腿及集成高灵满麦克风和定位芯片，带上它，我们在3公里外数据指挥车上能实时监听，锁定你的精准位置，发现危险，特警1分钟内到达。这次行动极其危险，首要任务保障自身安全，其次才是套取证据。情况不对，立刻撤退。我到了，人在哪儿？陈远，初次见面，你可以叫我老 K。我家人的信息，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放心，我们只是做了些背景调查，我们的人只是在你家附近拍了些照片，没有打扰他们。但如果你今天的回答不能让我满意，这些照片和你家人的联系方式就会出现在网上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爽快！鼎盛资本被你整垮了，林胜那个废物进去了，但他手里有一批干净的身份资产，包，是我们花大力气收集的。你很聪明，利用一条租赁瑕疵公告锁死法拍程序，说明你对空间法执行法了如指掌。你帮我们设计一套合规的资金方案，事成之后给你5000万报酬，保证你家人的信息绝对安全。老 K， 你当我是傻子？5000万确实诱人，但这种级别的违规操作够我坐一辈子牢了。我有命赚有命花吗？只要资金披上合法投资的外衣，查10年也查不出毛病。不良资产包重组计划，你点头签字，5000万预付款立刻打进你海外匿名账户。老 K， 你觉得我聪明，就该知道我从来不签不了解的东西。你说的合法外衣，如果还是鼎盛那种低级虚假诉讼和伪造公证，劝你省省。那种烂大街的套路，我一天能找出10个破绽。那依陈先生高见，什么样的套路才天衣无缝？很简单，利用地方性破产重整机制，
以境外债权人身份向濒临破产的企业发起重整投资申请，用你们的资金作为合法重整代价打入法院破产管理员账户，资金进入法院账户就完成第一步隔离，再利用重整方案中的债务过免条款，让企业以合理价格把地皮转让给你们控制的壳公司，最后通过正常的商业运作，让资金彻底变成合法资产。全程在法院和房主局监管下进行，经侦查到死也只能证明是一次正常的商业投资。天才利用国家司法破产程序做掩护，比伪造公证安全1万倍。那家濒破产的企业怎么找？我手里有个现成目标，一家因债务纠纷被法院查封的本地老牌水泥厂。你把资金准备好，我保证顺利流进去。一言为定。方言，我又查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。老 K 的真实身份是一家叫环球投资的公司的老板，他手里有大量的资金，需要通过合规渠道流转。这次他约陈远见面，不仅是想让陈远帮忙，更是想试探陈远的底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以前在鼎盛资本的时候见过老 K 一次，他身边有很多助理，都是专业的金融人士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还有，老 K 非常狡猾，他的车里有一个卫星电话，随时可以和境外联系。如果他发现不对劲儿，就会立刻逃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注意安全，不要暴露自己。队长，老 K 身边有很多人，而且可能随时逃跑。这次行动一定要小心，确保陈远的安全。放心吧，方言，我们已经安排了警力在周围埋伏，只要老 K 有任何变动，我们都会立刻采取行动。你的计划完美的像教科书，但越完美越危险。我凭什么相信你那个水泥厂不是一个套？你卡在境外的资金每天都在被国际反洗钱组织追踪，多拖一天被冻结风险大1分。除了我这个方案，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老板，我先查一下这个水泥厂的破产信息，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。仔细查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老板查到了，这家水泥厂确实是在半年前申请了破产重整，法院的公告里也有相关信息，而且破产管理人的联系方式和账户信息都是真实的。看来我是多虑了，这个陈元果然是个聪明人，没有骗我。按规矩，先打一笔意向保证金，我先打2000万进去，你当着我的面操作进入水泥厂破产系统后台，2000万走完过账程序，剩下的资金一次性全部打入。没问题，资金到账，我立刻在破产系统里出具带法院电子公章的收款回执。打款，钱到账了。老板查过了，收款账户确系对公专户，底层防伪溯源码真实，没有陷阱。老板，按规矩，大额交易前最后一次安全检查。老板，警用微型窃听传输设备，他把位置和对话全露出去了，这是个局。陈远，你敢阴我！你竟然敢阴我！你是不是警察的卧底？我不是警察的卧底，我只是不想帮你们做违法的事，也不想被你们威胁。你们跑不掉的，警察1分钟内就到。你只有一条路。阿龙，立刻切断网络，终点汇款。不能切断，资金一旦进入跨国清算通道，中途恶意阻断，国际反洗钱组织 AI 系统会立刻触发红牌锁定。你们境外所有关联账户3秒内全部冻结，不仅这笔钱没戏，整个公司的资金都会被牵连。老板，他说的对，大额资金在中转节点异常撤回，海外账户持有90%概率被连带封杀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家人的信息全部发到网上？你敢？你只要敢泄露我家人的信息，警方会立刻通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。而且那5个亿已经打进了法院的监管账户，你永远也拿不回来了。
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？你可以听听外面的声音。老板，不好了，外面真的有警察，我们赶紧跑吧！跑？往哪里跑？不许动！警察，放下武器，把电脑给我！死也要拉你们垫背！控制全场，安全，嫌疑人已全部控制。陈远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什么要拼命保护电脑？没事，只是擦破了点皮。这是他们犯罪的关键证据，快看转账断了没有？方队，所有资金全部成功进入省高院指定的司法冻结库，1分钱都没跑掉。省厅领导亲自打来电话，对你孤身入主、保全涉案资金给予高度赞扬。老 K 落网后，相关部门已同步开展调查，境外关联账户全部被冻结。我父母确认安全了吗？放心吧，当地派出所已经去了你父母家，非常安全。老 K 那些话只是心理施压，他们根本不敢真的做什么。你端了我的盘子，我佩服，但你是不是觉得这一切源头都是物业贪图你点车位费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好好想想，宏宇物业为什么费尽心机把你们小区那么多业主信息卖给我们？你那个 VIP 车位，真的只是用来停车的吗？你根本不知道你那个小区的地下藏着什么秘密！陈远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吧。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利益链条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！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这是在狗急跳墙。不管他背后有什么人，我们都会查清楚，把他们全部绳之以法。我相信你。沿车位四周整重墙和地面进行深度扫描，用车位硬气放倒仪建立的纵序结构隔合方验墙，不放过任何异常结构或密度反射区。张队，地下是实心钢筋混凝土，厚度超1米，没有异常空腔。老王，扫一下那个箱子后面的墙体。芳姐，箱子后面的重障墙不是实心的，里面有一个长50厘米、宽30厘米的金属隐秘夹层。把它打开。这是校队，陈先生，你们快来看，这个硬盘里除了宏宇集团的账目，还有一份他们和一家叫恒达地产的公司的合作协议。恒达地产，双方打算开展什么合作？这份书面约定写明，宏宇集团把丽都小区部分地下区域使用权限转交恒达地产，用来打造相关配套设施。但是，这些地下空间都是业主的共有财产，宏宇集团没有权利擅自转让。太过分了！他们竟然连业主的共有财产都敢私自处置。看来宏宇集团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，我们必须把这份协议也提交给专案组，让他们继续深入调查。陈远，这东西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
这是宏宇集团过去3年非法侵占45个车位、12套房产的完整账目和转账记录，这是足以彻底查清整个利益链条的关键证据。所以刘志远让孙强天天把车停在这里，根本不是为了贪那几百块停车费，是用车身作为物理遮挡，掩护这面墙壁不被发现。而鼎盛资本企图法拍你的房子和车位，是因为你回来了。你一旦追查车位，这个秘密就有暴露风险。他们必须抢在你发现之前，把车位产权转移到自己手里。立刻呼叫市局，申请警力沿途护送物证直达省厅。所有人加强警戒。各位邻居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业主大会，首先要感谢陈远先生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还不知道要被宏宇集团坑害多久。谢谢大家的信任，我当选为业主委员会主任，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服务，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。陈主任，恭喜你！谢谢你，林晓。陈远，恭喜你！今天为你颁发优秀市民荣誉证书。宏宇集团和鼎盛资本的所有犯罪分子都已经被提起公诉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所有被侵占的资产也都已经追回，退还给了各位业主。希望大家以后都能提高警惕，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。